李蒋怀是台湾第一代水彩画家，他的家属在2023年慷慨捐赠近500件作品与珍贵文献，成为北美馆开馆以来最大宗的单笔捐赠。这次的展览是以这批捐赠为基础，进行修复、研究、策展，展出了他的创作与历史资料，让更多人重新认识这位贡献现代美术在台扎根的艺术家。北美馆接受捐赠后，立即启动修复、登录与整理工作，也成立策展团队进行研究。有大家的参与，这些美术史不再只是历史，而将成为我们共享文化与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观众欣赏画作的同时，感受李蒋怀的言行与意志。希望大家看完展览，能对台湾这片土地和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有更多的认识与理解。诚挚的感谢台北市立美术馆团队与同仁们费心的经营辛苦，才能完成今天的展览，实践家父的遗愿，贡献给社会。台湾美术发展史上，李蒋怀他有特殊地位，他角色其实是比较多元的，他不是只有艺术家，他除了艺术创作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他对于台湾美术一个推手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艺术赞助者的一个身份去涉入台湾美术的发展，所以我们以君子、怀德、艺术乐美的这2句话当中截取了怀德乐美的这4个字，回归到他自己的美学观、艺术观、整体人生使命的一个面向。这次的展览大体的架构上分为2个轴线，第一个轴线就是他自己的创作历程，另外一个轴线就是宝丰美术馆。这个宝丰美术馆算是他推展台湾美术跟保存台湾美术重要的一个蓝图。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呈现，让大家了解他在台湾美术推展这方面的一个贡献是怎么样。李蒋怀他大量的作品其实提供我们更大的一个视野，去重新回看李蒋怀的创作历程。对于日记的梳理，我们得到了相当多的启发。他的创作历程，我们是从国语学校他接受西洋美术创作观念第一代，受到石川清一郎的教导跟启发，开展他自己的水彩创作上的格局跟风格。李蒋怀水彩的技法他是纯手的，这个都是在他摸索的阶段，他自己自我锻炼的一个方法。之后他投身了煤矿的经营的一个事业，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就一直有一种矿业经营跟艺术创作并行，所以我们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是完全是以他矿场描绘为主。猴硐矿区这个景象到现在我们都还留了大概的一个轮廓，比较其他的这些矿区的作品，猴硐矿区应该是它长期滞留之下相当完整的，因为它很少针对某个矿场去做一个描述，那这个矿场应该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基隆应该是呼应他矿业经营跟艺术创作双重身份的一个中转点。基隆在交通上面的一个便利性，让他能够相当快速的去转换。他早上坐火车，他就可以去他的矿区；下午回来，或者是礼拜天的时候，他就可以从基隆到台北去参与文艺活动啊，或者是展览活动，他的参与也是相当踊跃的。这个主题里面还能够显示出他自己在艺术跟在矿业经营上面如何去融合矿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活动，提升到他的一个艺术形象。李蒋怀被称为水彩的先驱，所以我们比较少见到他素描跟速写的这个部分。我们从时光胶囊的捐赠案里面，家族捐赠了有6本的速写本。
其实里面蛮多都是人物的一些姿态上面实验性的一个创作，有几本特别是他对于裸女的描绘，倪蒋怀的观念里面，他觉得那是一个相当重要，你必须要去进行，或者说你必须要去实践的。对他来说，台北就是当时文化的一个首善之区。当时台北其实有3个主要的街区，就是所谓的大稻埕，然后就是艋舺、屏东区。他对3个地区，他都有各种不同的描绘。他会到艋舺他女儿家顶楼或是阳台往下眺望，他离那个艋舺祖师庙非常的近，所以当时留下了一些街景、一些画作，反映了倪蒋怀晚年在人生后期的一个阶段的创作。我们是透过日记知道，倪蒋怀1929年的农历年远到鹅銮鼻去进行写生。那时候鹅銮鼻已经是台湾著名的所谓的8景之一，这个也吸引了倪蒋怀去进行创作上的一个动机。我们特别把写生随身携带的一本小本速写本，我们又有日记文字上的一个记述，所以我们就把这2个结合，让大家知道他在书写这些风景的时候，他的心态是如何。日常凝视这个主题，主要是要做一个对照。倪蒋怀的这个创作的整体里面，它有一部分它是用比较概念性的去命名，他用这么概念性或甚至于是比较抽象性，透过这种艺术的一个手法，他去寻找某个台湾风土的一个图像，去提升它的艺术上面的一个景观。最大的尺幅叫做庙行，他对于台湾庙宇的描绘是相当细腻的。他在这个庙旁画了一整排的电线杆，他做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并列。我们发现他在1939年的日记里面，他用400字左右描绘他对于宝丰美术馆的想象。虽然他没有实现，不过他还是影响到我们今天对于台湾美术发展的一个视野。它的展示空间最重要的那个中心点，主要是以石川清一郎作品为主。第二是石川的一些弟子以及台湾的一些其他画家的作品。第3个就是所谓的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它是一个以石川为主轴开展出来的台湾艺术发展的一个轴线。他有许多一些想法，其实是蛮先进的。譬如说，进到这个美术馆，其实它不需要任何的一个费用，它每年可能会举办2次的一个增建。某种程度，它也吸纳了新的艺术家的创作。这个美术馆的一个概念，我们都可以回溯到他在1920年代作为一个艺术赞助者，开始出钱出力去组织画会啦，或者是组织这些展览会，让大家有一个发表的一个场合。美术馆里面另外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设施，就是所谓的美术图书阅览室。时光胶囊的捐赠案里面，大概有170几本的图书，包括当时的日文杂志跟专书。这些书它所容纳的知识量，以及它能够教导的面向，其实是相当多的。它可能涉及的是世界美术史的一个源流发展，也有最新艺术潮流、一些先锋艺术的，所以也是他为了美术馆收藏的一些书。我们在构想展览的时候，其实是从他的生活版图开展。我们刚好有一位日治时期矿业史的一个老师，可以带我们到现场去看。我们可以从现存的一些遗迹、一些线索，找到一些我们可以追寻的。有时候是透过山形，
透过一些水文，我们去探寻到原来他之前是这样，他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他是怎么去游走于这个矿区这个东北角。当你回到他的生活场景的时候，你再回到艺术作品的时候，就可以了解李蒋怀期许自己通过这样的一个景色的一个表现，淬炼出自己对于水彩这个媒材对于台湾风景的一个意义，或者是说他赋予它一个蛮重要的形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回到李蒋怀他自身的一个语境，而不是我们重新从一个当代的一个眼光去看待他。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展览，让大家认识到他不同的面向，以及他值得被讲述的很多其他的一些特质。另外一个传承上的意义，就是美术馆接收的这些作品，我们也帮他保留了这些东西。他的那个整个前瞻的眼光，让我们还是可以亲眼去看见，也是时空胶囊解封的最大的一个意义。